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？我们现在要一起潜到好深好深的蓝色大海里，听一个超级酷的故事哦。故事的主角是一个超级小的海洋生物，我们要跟着他，看看他经历了哪些神奇又刺激的事情。好，我们的故事主角登场咯。它是一只刚出生的小水母，你看它真的好小好小哦，可能比你手上的1粒米还要小呢。它的身体构造很特别，它的头就是它的身体，然后下面那些长长的须须就是它的脚，也就是触手啦。你想想看，在这么大的海洋里，它那么小一只，根本就没有人看得到它。所以他每天的工作很简单，就是在水里面飘啊飘，然后努力找东西吃，填饱肚子。不过呢，这只小水母可不简单哦，它有一个超级厉害的秘密武器。应该说，它有一个超级棒的好朋友。这个好朋友会一直陪着它长大哦。这个好朋友是一种很特别的藻类，它们就直接住在小水母的身上诶。这种关系呢，我们叫做共生，意思就是我们一起生活，你帮我，我也帮你，是不是很棒啊？这个好朋友真的超级照的。你看白天太阳出来的时候，这些藻类就像大厨师一样，用阳光做出好好吃的营养午餐给水母吃。然后到了晚上，哇，它们又会变身成一闪一闪的小灯笼，让小水母在黑漆漆的海里发光，超梦幻的。这个亮晶晶的光有好处也有坏处哦。好处是很多小鱼小虾看到光就会好奇的游过来，然后嘿嘿就变成水母的晚餐了。但坏处是这个光也像是在跟其他更大更可怕的生物说，喂，我在这里，快来吃我哦。所以这个会发光的能力就让小水母的生活变得既刺激又危险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小水母慢慢长大，长得跟你我的手掌差不多大了。它身上的光也越来越亮，越来越漂亮。可是这也代表更大的危险就要来了。是谁呢？就是海龟。对海龟来说水母就像是它最爱吃的 QQ 果冻，看到了一定要去咬一口。而且被海龟追着跑不是只有一次哦，这变成了一场一直重复上演的追逐游戏。只是这个游戏有点危险。那水母要怎么办呢？它有一个很聪明的逃跑计划哦。首先，它感觉到水在动，就知道海龟来了，然后它就用尽全力拼命的游。可是，它游得太慢了，还是被追上了。这时候，海龟张开大嘴，一口就咬掉了它好几根触手。虽然很痛，但水母也趁这个机会逃走了。最神奇的是什么？你猜猜？就是它被咬掉的触手，过几个礼拜又会慢慢的长回来耶，是不是超厉害的？就这样被追、被咬、逃走，再长回来，这样子的事情不是一次两次，而是发生了好多年好多年。对我们的小水母来说，这就是它每天都要面对的挑战。但是就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危险挑战中，我们的水母没有放弃，它不断的长大，然后有一天发生了一件超级惊人的事，它变身了。它变得超级无敌大，大到什么程度呢？大到连最爱吃它的海龟看到它都觉得，哇，这个果冻也太大了吧，我吃不下了。就这样，他从一个一直被追的小可怜，变成了谁也不敢欺负的深海之王。变大只之后，好处可多了。第一，身体太大，没有人吃得下它了，安全。第二，身体变宽了，它就可以长出好几百根又长又漂亮的触手。触手变多，住在上面的藻类好朋友也变多了，它们发出的光就更亮。而且这么多触手张开来，就像一张超级大的网子，抓小鱼小虾变得超简单。好，我们的小水母变成深海之王了，故事是不是就结束了呢？还没有，因为它的存在对整个海洋来说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在大自然里有一个很酷的规则，叫做相生相克。意思就是有东西会吃你，但你也会去吃别的东西，大家互相牵制，才能保持平衡。
我们来看看这个海洋里的谁吃谁游戏。你看，海龟会吃水母，水母会吃小鱼。那你想想看哦，如果今天海龟都不见了，没有人去吃水母，那水母是不是就会生一大堆，变得超级多？那这么多水母就会把所有的小鱼都吃光光，那其他要吃小鱼的大鱼就饿肚子了。你看，这样整个海洋的秩序是不是就大乱了？所以你看，我们的主角从一开始那个小小的、亮亮的光点，经过这么多努力和挑战，现在变成了维持海洋平衡的一个超重要角色。哎，这个故事是不是很酷？它告诉我们，就算一开始看起来很小、很不起眼，但每一个小小的生命都非常重要，都是这个大大世界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哦。你说对不对呀？